涨租金这件事情一定会涨，一定要涨原因是这一次全国的那个房屋税，除了各地税政稽征处在那边各种大出包以外，有没有发现房屋税体感大很多？以前都是要去 7 我顺便带去缴一缴好了，现在不是呢，现在特别领钱跑去缴呢真的是房屋税的税基调整以后，真的是就大涨，真的是大涨。好，所以接下来涨房租应该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课题了。房东砸店逼涨房租租金低于行情该怎么办？合法调涨，别犯罪先说结论你就等合约到期嘛，你再涨价或是换人租就好了就可以了。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在嫌恶设施旁边的房子会跌价吗你还没看过的话去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房东又上新闻了这次来聊一个高雄在地的新闻，刚好在我家这边高雄美术馆这边标题我念一下，遭房东狠砸，高雄饭团店达成一条件还是要搬，板娘铺最佳时机开心离开那内容是这样，你应该有看到新闻吧？那个是日本人开的什么新泻的饭团店，然后有一个老女人房东就怪人真的是怪，精神有状况的去门口砸人家的花盆，让人家没办法做生意这样。房东把店面租给房客的时候打了3年的租约，那因为这间饭团店做起来了，房东就想要涨他房租，然后就砸他的店这样。也不是说砸他的店，就是砸他门口花盆，然后被他拍起来之后有个疯子怎样，结果说他的房东然后又来了世代对立，就是说你房东你有产阶级，你那人家辛苦做生意，你闹人家你这吃相难看什么的，上新闻那上新闻还有一个 buff 就是他是日本人日本人这样，然后他没有立刻搬他就说我们相信台湾法律，然后很多人去挺他这样。那个房东也因为上新闻被大家挖很多黑料，反正人家说那个房东真的是有病就这样，大家力挺店家，很多人跑去买他的饭其实他饭还蛮贵，这样一小颗吧70块，然后我有去买，然后很容易卖完，真的很容易卖完，现在大概早上就卖完了，然后我后来要再去的时候就写什么什么公休，好就这样。然后他那个真的不叫店面我觉得你去看那个青海路上他选那里去开饭团，那个真的没办法做生意他旁边好像是头发店还是什么，没办法做生意。我是店家我不敢选那里你知道，所以人家这样还能经营起来真的是刻苦啦然后就遇到要涨房租这样，很多啦，很多这种事情那这次是因为上新闻，多的是房东租给你做生意，看你生意好他收回来自己做，对不对？我们这个民间故事都听很多了。然后高雄捷运站现在跑出来说捷运站欢迎你来设点，对不对这个雪中送炭他如果高雄捷运来设点会变成观光客的一个，不然他的那个地方老实说交通你除非开车骑车，不然你不会有什么机会有走到那边，因为那真的没什么做生意的地方不像不小心我就骑过去了在哪不是在这吗？回头那个好像民宅1楼，然后也没摆什么招牌这样。那这整件事情唯一受伤的目前就是那个房东，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店面以后很难会有人会理他，不然就是故意要来弄他的。好，我要来租放棺材就这样。然后房东你还砸看你还砸看我跟你输赢就那种8、9黑道的兄弟的就要处理那个房东了，就这样这很难出租了。因为他上新闻了之后还有人愿意承租的话，你信不信我们的记者就会跑去访问他，问店家说我都觉得会这样，然后麦克风渡给他你会不会担心之后房东会跟你们起争执就这样。好来，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房东会翻脸那我讲一下为什么这个房东会这样。先说我没有要帮他讲话他不遵守合约就是不对没什么好讲的，我们只是用这个来当案例来讨论房地产。根据房东的说法，就是因为他当初租的比较便宜本来是想要帮忙对方，可是房客就一直跟他提涨租金的事情，然后他恼怒了恼羞了，又跑去砸花盆。有一位不动产的估价师说，他觉得他租给这个房客没有比较便宜，因为店面租金的算法通常用建坪来算，不是看总价那我也看了一下，房东说这附近有租到6万的店面，对，没错，但是那是35坪的店面，他这个饭团店16坪而已吧，所以他真的是就是不去了解，然后觉得说就自己亏了这样，然后去闹人家这样。最后你要知道，如果租的低于行情该怎么办？我们今天来讲如果今天换你是房东有一天你发现你原来收的房租一直都低于行情，那你要怎么办这个很常会发生在什么情况？继承到的房子继承就是你从爸妈那边继承到的房子，然后你拿到租约还知道是什么台北市3房公寓才收1万5，租约多少30年什么东西都有这种事情，然后你爸妈就说那啦他们住10几年了不好涨租之类的，就这样
那先说结论哦，你如果要涨，就是等租约到期换约以后再做调整。如果你们已经是不定期租约，就是那个时间到你也没去跟他换约，就变成原本的租约继续走下去，不定期，这很麻烦哦。这个我八卦的时候好好讲。你就是提前1个月告知就好，不用闹到新闻了。像这个新闻哦，一签就签3年，然后你觉得收便宜了，那你就是协商嘛，协商不成就是不要续约，或是直接跟他们解约。解约的话赔租金，押金要还人家，然后怎样的就好了嘛。上到法院，通常法院会要求你要赔偿租客的损失，这样可能还会包含装潢搬迁哦，就这样那就看你愿不愿意承受。涨租金这件事情哦，一定会涨。一定要涨哦，原因是这一次全国的那个房屋税，除了各地税政稽征处在那边各种大出包以外，有没有发现房屋税体感大很多？以前都是要去 7 我顺便带去缴一缴好了，现在不是呢，现在特别领钱跑去缴呢，真的是房屋税的税基调整以后，真的是就大涨，真的是大涨。好，所以接下来涨房租应该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课题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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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不定期租约这个我们特别讲一下，不定期租约非常容易发生在老人手上。不定期租约是这样，就是你跟他假如约定到115年的12月31号就这样，然后
过了以后你没有去跟他更新，他就变不定期租约了。不定期租约很麻烦哦，真的是很麻烦哦。你不要让你手上的房子出现不定期租约，除非你的租客是个好人哦，很麻烦处理，人家就可以主张就可以干嘛。如果人家也懂法的话，所以我们现在直接讲公式啊，1年1000。好，1年1000，他一来就说他要租2年、租3年没关系，我们1年1000用换约的方式，要去提前去换约哦，不要让那个变成不定期租约。然后1年1000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保留你可以调涨的空间。我们不要干那种事情，就是你跟人家讲好多少钱哦，3房你租人家18000，好，然后过了2-3个月之后，你觉得你少租了，你就要涨人家，在租约内就不要这样。你就是到下一次的那个要换租约的时候做调涨，先跟人家讲，就是这样，涨租金用这种方式哦，合法又安全又清清白白，不要去跟人家玩那个，就觉得少收了，所以要涨人家租金。大家听起来哦，就觉得听起来过瘾嘛，什么你是房东你就传赖给租客说，下个月房租涨2000，好就可以涨。没有人在租约里头，你就这样要改合约的呢？对啊，那改合约也要双方同意或是怎么样啊？你看那些 YouTube 的影片，人家演那个恶劣无良房东都这样演，那是租客都是好好先生，然后没有要跟房东起冲突才会这样。我们是不会这样，我们都是等租约到了，那要调涨再调涨，然后一次调足。比方说那个价差会很大，比方说本来在租15000，然后之后我再续约要变18000哦，就这样。你就一年去签，人家住3年，你就是跟人家换约3次，不要让自己手上形成有那个不定期租约，那个麻烦起来会非常的麻烦哦。大概就是这样。然后那个饭团店有点一言难尽啊，他就要推广新鲜的物产或是什么，我吃起来我是觉得还好，那就祝你顺利，慢慢推广这样。然后有一点要敬佩他，就是那真的不是做生意的店面，那真的是一个就透天的1楼，然后又夹杂在，然后门口要种树还去挡他什么的。啊，我不会讲他能够把生意经营起来，然后透过这一次的新闻这样红到全国，哇，他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我是生意人，我真的不会去选那边。你自己 Google 街景拉拉看，你觉得那个是像是可以做生意的地方吗？然后有没有扛棒或是什么？很夸张那日本人台日友好，结果遇到台湾无良房东，真的是一个憾事啦，就是这样。然后你想要涨房租没有不行，租约到了之后再做调整，会比较理想。我们没有必要去人家租的好好的，你突然让人家这样子，真的不用干这种事情。